实际上，美国和北约对俄乌局势的介入，除了没有出动军队直接参战外，早已不局限于援助武器，还包括不断对乌克兰提供情报，甚至在背后指挥作战。塔斯社上月中旬的报道披露，俄军在顿巴斯地区进行突袭行动时，缴获了一台乌克兰军队的电脑。打开后发现，既能直接接通美军驻德国盖伦基尔空军基地的E3预警机。俄军还在电脑上发现不少重要的情报，包括北约指挥官参加乌克兰军事会议，制定对俄军事的行动计划，或者直接指挥乌克兰军队作战。另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网周三的报道，前任和现任美国官员向该媒体爆料，俄罗斯在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之际，美国情报部门向乌克兰军队提供了有关俄军行动的详细情报，其中包括俄军导弹和炸弹攻击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提醒乌克兰将防空系统和飞机转移到远离危险的地方。这也是俄罗斯未能建立空中优势的原因之一。观察认为，在作战过程中，情报支持甚至比直接军援乌方一些性能性非常强大的攻击型武器更加致命。比如，美国公司的对地遥感卫星星座实时拍摄到俄武装直升机从基地起飞的动态，并根据该部队相关型号直升机近期的活动规律，预判了俄军机可能要去执行对地打击任务的乌克兰空域，然后将相关信息同步给埋伏在相关路线上的乌防空部队。之后，乌军特种作战部队可以根据情况接受任务，完成打击拍摄照片上传后，就能获得相应奖励。此外，美国及其盟友不断对俄发动网络袭击。上月29号，俄罗斯外交部的一份声明中就指出，美国及其盟友组建了一支国际进攻性网络部队，每天在俄登记的上万次网络攻击都是由该组织执行。其成员不仅包括受美国和北约训练的乌克兰网络单位，还有匿名黑客和挑衅者加入其中。面对俄方指控，美国发起反击。路透社披露，美国国务院周二表示，将提供$1000万奖金，以获得6名俄罗斯军事情报官员的信息。美方指控这些俄罗斯人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进行了网络攻击，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0亿美元。这场斗争呢，是一场混合战争，不仅包括这个军事上的冲突，也包括这种外交、政治、舆论，同时也包含了这种网络上的相互之间的对立。那么美国这次发布这个悬赏令呢，意在从这个网络战方面对俄罗斯进行一个打击，同时呢，也希望俄罗斯网络战在俄乌冲突之中的一个作用降低，对美国这种威胁也降到最低的程度。针对美国及盟友不断加深对俄乌冲突的介入，俄外长拉夫罗夫周一接受俄媒采访时直言，北约持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实际上已经通过代理人进入一场对俄战争。拉夫罗夫还特别提醒，俄罗斯的原则立场是核战争不可接受，但现在局势已经恶劣到发生核冲突的危险真实且严峻。奥斯汀则在德国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紧急灭火说，美国和盟友将竭尽全力防止冲突失控。Us say a number of times that that kind of rhetoric is very dangerous and unhelpful. Nobody wants to see a nuclear war happen. It's a war that, where all sides lose, and so rattling of sabers and dangerous rhetoric is clearly unhelpful and something that we won't engage in.